是谁要走？江中告别声浪留不住他。谁停下？渔人船影从未离开过家。谁站在幽暗村庄，想找一朵相送的花？是谁等候？端阳龙舟划过整个长夏。谁不见？山遥水远，故乡秋雨滴答。谁沉默？声音尽头，远方那边是谁的家？再见面后，旧童谣留不下时光如沙。越长大，秋千越荡，模样越模糊呀。记不清何时寒暄过后，笑着说不出话。多年以后，渔歌故事随风吹散了吧？再无法芭蕉树下说着荒唐想法，只剩下挥霍过去真诚，笑着说谎话。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谢谢。因为我没有听过这首歌，他是先写了，对，他先有一个曲子，对，然后你是帮他写了，很快就写完后半部是？对啊，因为我对这种事情比较擅长。石林在哪儿呢？石林在北大读博士，还在读博士，对不对？按理说他应该可以来呀，他闲得很，我感觉。他很可惜他不能来，可是他们都有话要跟你说啊，真的？是啊，来吧。Hello， 雪阳，我是石林。妈耶，他是画了眼影吗？关于我们一起创作的一首歌《鱼米》虽然这首歌在北大已经变成了有点像老鼠爱大米的一个存在了。我之前其实知道雪阳可能对歌词最满意的是那个。是谁要走江中告别声浪留不住他？谁停下渔人船影从未离开过家？我当时写这段呀，是我脑子里的影像，是我当时从铁岭离开去读高中的时候，然后我所有的朋友在我走那天都去送我，然后他们就是站在那儿，然后我就走了。然后当时哭得特别惨，所以我就写了，就是大家的告别声留不住他，他是一定要离开这里的。我始终觉得那些和我一起长大的留在那个小县城的朋友，可能是我一生最珍贵的朋友。特别感动的就是我一回到家之后，别人都会问，哎，你在外面赚挺多钱吧？但他们会说，你在外面很辛苦吧？然后我们比如说大家出去吃饭，我说我来请你们吃饭，我现在赚钱了。哎呀，你一个小姑娘在外面能赚几个钱嘛？就是心疼你。对，他们也不是我的亲人，也不是我的长辈，但他们真诚的希望我好。我那个时候我在别的城市，我需要依靠每天给我的朋友打电话来缓解我的心情，就是我的父母给我打电话是没有用的。如果物质的原子守恒定律是真的，那组成我的每一个原子，一定都来自于曾经存在在世界上的不同的个体上。这个体有可能是一只猫头鹰，但是它也有可能是一朵乌云，甚至它有可能是一本《堂吉诃德》，或者它是一架飞机，它可以是随机的任何物品。然后，甚至这些原子可以细微到它来自于不同物体上的不同器官，或者不同的部位，有着不同的功能。比如，它有可能是来自于百灵鸟的喉咙，还有王尔德的笔尖，甚至梦露的口红，还有长颈鹿的鱼尾纹，然后还有我们在夜晚看到星星上的一个小小的碎片。它们通过不知多久的宇宙漂流，在地球的大气层里融化分解，然后产生稍瞬即逝一个美丽的火花。所以说，我觉得组成我的小家伙们，其实可能在组成我之前，就早已通过不同的方式、角度对这个世界早就已经有了很多的认知，甚至在我死去之后，然后他们会重新分解、分开，然后找到新的小伙伴，组成一个新的个体，然后在这个世界上重新再去存在。如果这么一想的话，就世间万物都很奇妙。我觉得我们活在世界上就是一个非常奇妙、不可思议、非常神秘的事情。虽然还有很多未解之谜，我们无法解释的困惑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活着
存在去探索的意义。我们有时候也许可能我们存在在这个星球，不仅仅是为了替每一个东西起名这么简单而已，可能还有更多的秘密等着我们去探寻。你相信外星人吗？相信啊，对啊，太相信。我就感觉你会特别相信外星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特别喜欢这种文学作品，看这种什么《三体》啊。就我觉得是在更遥远的地方，对，肯定有。我之前都幻想过自己是不是来自于冥王星。我现在是一个研3的学生，我考研前我那段时间就很失落，我也很害怕，很迷茫。当时乐队并不是特别景气，收入什么也不是很好。就如果我考不上研了以后，首先我就没有一个待在北京的一个合理的理由跟家里。因为我爸爸妈妈比较，思想传统一些，他对这个摇滚乐本身的看法就是会有一些小小的偏见，就是有时候感觉想要去说，但是真正坐在一起的时候，突然又泄气了。就是有时候自己一直以来习惯逃避了，爱父母啊什么这种话，我也从来没有说过。今天呢，我硬是考虑来考虑去，最终还是决定告诉我妈老汉儿，我不去上学了。我想一直都打游戏，18岁的时候都可以去网吧打比赛了。我妈半夜3更就把我按在被子里打，昂妈哟，坏女人，不是个女人，张小红，我恨你！哇，这是多大呀？大概是14岁。我是比较好奇，你妈妈有没有看过你这篇日记啊？没有，不能。啊 no！ 我的天啊，他什么都干不了了，天哪，现在好可怕！突然灯一关。哎，我们给你只是让你看看你妈妈照片嘛，你不要那么紧张。哎呦，张小红心里一定很难受，你怎么这样对她呢？哎呀妈我的呀！天呀，真的是不放过我！好像你有骂我哟。我没有，我谁骂你啊？谁敢骂你啊？对吧？我听到了，说了，好可怕的张小红。不是这样的，但那个时候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小的时候写的日记，因为那个时候不是跟你说我要打电竞嘛，然后你晚上把我按在被子里打，你那个时候什么想法呀？什么想法？就觉得你好不靠谱。我老发热，自己打游戏找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哎，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点不太懂事，太自私了，没有理解你。其实妈妈真的在我的身边陪伴帮助了我很多。我们都要坚强。对，一定要坚强。多好的妈妈！是的，每一个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女人。哇，好，好吧，谢谢妈妈。妈妈再见，妈妈再见。我当时在大学的时候拍舞蹈视频放在网上，被大众认知，当然呢也被一个节目的导演认知。他当时就说：“哎，你要不要来参加我们节目呀？”那是我第一次上节目，我还记得我在前采的时候，那个编剧也就跟我说：“你会唱歌吗？你会跳舞吗？你觉得什么是唱跳歌手？什么是偶像？”当时我听完之后，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我觉得我现在其实是处在一个尴尬期，就是一直在不断犯错，然后犯了错又一错再错的那种感觉。我在想，张艾嘉老师，你有这样的尴尬期吗？哦，太多了。真的吗？在我那个年代，几乎都是武打明星。那我们女明星在里面可以干嘛呢？就是人家都打完了，我们就把我们搁在那儿，然后就说。左看右看，左看右看，可是我们还看都没看到，只是左看右看啊哦，这样子就做这样子的表情。我就说这叫演戏嘛，你知道？哦。然后我1年以后就很大胆的跟公司讲说我要解约。那解完约以后，几乎1年的时间我是没有工作，而且我也不知道我将来的这个前途在哪里。然后我就会到配音间去看人家配音。那我就开始学习，我觉得就是要期待、等待，然后在等待的时间中就是充实。
可是当然，所有东西来的时候，你是有准备好的，是的。所以不要着急，好吗？今天其实我有一个就是给妈妈写了一首诗，就是西班牙语写的，我可以念一下吗？不是我恨你那个张小哦，对对对，是的，是的，这是感谢妈妈的一封信。好，欢迎欢迎。Un poema para mamá. El latido de tu corazón fue lo primero que escuché mucho antes de nacer. Tu sonrisa, tu cara fue lo primero que vi al abrir mis ojos a este mundo. Mis primeros pasos di hacia ti. Mis primeras palabras las escuchaste tú. Has estado presente en los momentos más importantes de mi vida. Tus palabras abrieron mi mente y mi corazón a las posibilidades infinitas que me ha dado Dios. Gracias te doy, Madre mía, por tu ejemplo, por tu esmero, por estar siempre de mi lado y muy dentro de mi corazón. 谢谢你，妈妈。谢谢。为什么你一念西班牙文，好好听啊，会突然间变得很温柔起来了？他因为他是念给妈妈才温柔起来的那种感觉。可是西班牙人讲话都是很热情，很热情。没有啊，你试试看，用那种很热情吗？热情的那种，讲细了，讲细了。对对。Latido de tu corazón。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有没有看到跳 flamenco 的那女人，每个女人都是？等一下，再来一遍，再一次。Un poema para mamá. El latido de tu corazón fue lo primero que escuché mucho antes de nacer. Tu sonrisa, tu cara fue lo primero que escuché mucho antes de nacer. 我感觉你这个西班牙翻译过来就是张小红，我恨你。就你刚才的表情，我觉得你中文的意思是张小红，我恨你。对不起，这一段不要播。谢谢你，太可爱了，谢谢你们。整整5年，因为国际时装周的原因，我一次也没有在家过过春节。一个人在外面的时候，经常和家里人视频聊天。不过有一件事，我从来没有和他们说过。那一次是在巴黎时装，要穿一件束腰，3个人过来压着我的肋骨和肚子，拼命的要把束腰的拉链拉起来。结果拉得太快，一下子拉到我背上的肉卡在拉链里，痛得我喊不出来。然后他们立马呢又把拉链拉下去，结果我的肉已经掉了一整块。很多时候碰到难过的事情，我就会想问，为什么要选择模特这条路？有的时候自己会突然崩溃，躲在纽约的模特公寓里，一边洗澡一边哭，怀疑自己，否定自己。但是哭完之后，第2天我又整理好自己，焕然一新的去赶下一趟飞机。万里高空，透过机舱的窗户，看到望不到边的天空，我跟自己说，也许只有一直向前走，才是青春该有的姿态吧。因为很难见到我一面，70多岁的爷爷奶奶学会了熟练的使用微信、微博。其实我很后悔那天教了奶奶一个短语 "See you"， 我追着她念，她嫌蹩脚，就一直没有念，也不知道是不是她原本就知道这个短语的意思。现在奶奶在做饭，爷爷还有妈妈也在厨房忙碌着。爸爸发来微信问我要不要带一碗酸辣米粉回来。我坐在阳台上，和妹妹2个人谁也不说话，安静地看着书。阳光将它自己放在我们的身上，和这久违的幸福感一起，悄悄地、慢慢地。我是小时候蛮自卑的，就初中、高中的时候，我这个身高在我们班上算是很突兀的一个存在。然后我每次拍那种毕业照，都是站在最中间当那个对称轴，所有的人就这样排下去排开的。我第一次知道是有人会因为身高而自卑的。那我们那些谁矮谁自卑，你们那是谁高谁自卑？我叫天意嘛，然后有一个手机的电信的品牌是189，所有的人都叫我189。我当时就背负了这个称呼还蛮久的，但是后来就是因为我妈帮我做这个选择，我从此以后就这个自信的感觉就是尝到了。我去了纽约之后，我是妈妈跟着我去的，
语言沟通起来，包括一些人文的差异，就是还蛮受挫的。但因为妈妈就是一直陪着我，虽然他也帮不了你啥，但是你俩在一起有安全感。对，会让你觉得那份安全感是一直都在的。妈妈有话要跟你说呀。你去纽约的时候还不到17岁，有一次你在纽约拍完片回公寓，刚好那几天你又感冒发烧了，路过一个学校，看到操场上嬉戏打闹的孩子，你发信息给我说，妈妈，我好羡慕这些每天上学的孩子呀。看到你信息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亏欠你好多，心想，如果当时我没有帮你报那个名，那你现在不也是一个每天无忧无虑上学放学的孩子吗？我常常会问，就自己发问，就是说为什么你把我带到就是进入模特这个行业，然后又要给我一些，就是因为之前因为一些原因啊，然后丢了很多工作。别看我说是做模特啊干嘛，就要走秀的时候是自信的那一个，但其实我不是很相信自己。亲爱的女儿，爸爸妈妈谢谢你这么多年跟我们一起分享了你成长的过程，让我们体验到了生命的美好。纪伯伦有一首诗中说，你的儿女其实并不是你的儿女，他们借助你来到这个世界，却非因你而来，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属于你做梦也无法到达的明天。我们希望你永远健康快乐，青春永放异彩，明天充满无限可能。什么？哎，只有我知道这背后的秘密，我一看就知道是我爸给他写的。以前我会迷茫，以前我也会很迷失在前面和后面的这样子的一个互相追赶的这种境地，但是我现在可能状态是比我之前任何一个时期都好的一个状态，因为我相信我自己，我内心更坚定。我想问你啊，美女，就说你当时你觉得说是你母亲给你选择的这个职业哈，那你现在你后悔吗？我不后悔，那就对了。对了，对，我妈好像也会这么说。你妈她是为了你好，就是我真的很感谢我爸妈，我是每天都跟他们在家里的微信群聊天的，我啥事儿都跟他们说，因为他们是最相信、最支持你的人。我好羡慕，因为我也有孩子，我也是一个女儿。当时我的想法，我的孩子，你不要离开我身边。就在我身边生长，我一天看着你，因为就我一个。说孩子出国留学，我说我不。但这种事现在已经后悔也来不及了，就是舍不得，尤其是个女孩。你们当女孩，你们的爸爸都有这个体会，但这一点我得向你们学习。谢谢。天天都打？1、2周吧。2、3天吧，都是我父母打给我。1个月1到2次吧。不一定，工作忙了大概2、3天1次吧。小时候会，大了就不太了。不经常聊，可能从小那种教育方式吧，就感觉有点障碍。心事不会聊，报喜不报忧吧，所以说的很少。看什么方面？基本都不聊。我没有和他们好像吵过架，因为他们太爱我了吧。大部分冷暴力。上家里吃个饭吧。吵架的话就是时间吧。沟通嘛，就是有什么问题就解决呗，然后就说开了就好了。会先跟父母道歉。双方都会妥协一下，对，但我应该不会主动认错。不会直接说什么，但是可能就是买点东西啊，就是以这种迂回的方式，就是和解一下就好了。爱情当中遇到的困难，那是很容易克服。真分开了，我会死。死面前，好多活路。感动了。如果碰到像这样子一个男人，更多高能片段等你解锁。上微博参与内内官博联合微博纪录片的青春中最美好的瞬间是什么？互动征集活动，赢节目惊喜周边。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手机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纪录片新浪综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所有的同行没有见过的。您觉得青春是什么？青春啊。青春。